如果你问我当今世界第一强军是谁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，是那个在挫折中进化速度快到让人绝望的美军。别跟我提什么俄罗斯的锆石或者匕首，那些在乌克兰泥潭里被爱国者系统像打火机一样揍下来的所谓神话，那是上个时代的残余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美军的绝地反击，一个代号叫黑胡子的基因素导弹计划。这玩意儿不是由那些老掉牙的传统军工巨头搞出来的，它的亲爹是3年前还在 SpaceX 给马斯克打工，满身硅谷疯子气味的工程师。但这枚导弹的诞生却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、最冷血也最高效的逻辑正在闭环。它不仅要把极音速武器的价格打到地板上，还要用一种令人发指的数量彻底淹没对手的防御极限。这就是美军最新开创、极具引领时代的作战思路，用工业产能的降维打击去终结所有的武术表演。那么这个让前线指挥官直接红了眼的黑胡子，到底凭什么在短短1年内就成了美海军的宠儿？要想理解黑胡子到底有多恐怖，得先搞懂美军现在被逼出来的全新战争逻辑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军打仗靠的是绝对的技术代差，我的飞机比你贵，我的隐身比你好，我用几千万美元的一枚导弹去换你一个指挥部，这种瓷器活在治安战里玩玩行，但在大国竞争的极音速赛道上，这条老路彻底走不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极音速武器太贵了，也太难造了。美军之前的那些项目，比如暗鹰，那简直就是供在玻璃柜里的艺术品，造价高到让五角大楼的会计都要集体上吊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卡斯特林公司出现了。这帮前 SpaceX 工程师把马斯克那套快速迭代、炸了再修、修了再炸的互联网造火箭逻辑，生生带进了军工圈。他们告诉五角大楼，别再追求那种一枚就能毁灭世界的银弹了，你们需要的是一种像民用汽车一样能大规模走量、便宜到可以当炮灰，但速度又快到让雷达绝望的快餐导弹。这就是黑胡子。他的数据在纸面上看起来甚至有点寒酸，弹头只有可怜的43公斤，对比俄罗斯锆石那几百公斤的战斗部，这简直就像个大号的炮仗。但这正是美军最阴狠的地方。如果我要炸掉你的航母，我确实需要重型弹头，但是如果我只是要戳瞎你的雷达、你的防空指挥部、你的通信方舱呢？43公斤的高爆炸药在5马赫的速度加持下，足够把任何精密电子设备烧成一堆废铁。美军算过一笔账，用一枚造价几百万美元的战斧去打雷达，效率太低。但是如果我用一群单价只要38万美元的黑胡子，那绝对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。你要知道，现在的行情，一枚老掉牙的拦截弹都要200-300万美元。可当你发现天边飞来几百个5马赫的黑胡子时，你拦还是不拦？拦，你瞬间破产。拦截弹消耗的速度绝对赶不上我生产的速度。不拦，你的防御网在3分钟内就会变成一堆冒烟的金属垃圾。这就是典型的 DDoS 攻击在物理世界的复刻。这种从质量霸权向数量加质量双重霸权的跨越，才是美军最让人窒息的进化。据悉，为了实现这个疯狂的目标，美军已经砸下了真金白银。在其最新的财年预算案里，2027年首年就要采购353枚，到2031年要攒够1375枚。要知道，这仅仅是初期的胃口，一旦生产线像特斯拉的超级工厂一样转起来，每年500枚以上的产能，这将让任何对手的防空兵陷入噩梦。而且这枚导弹它不挑食，海军的 F118 大黄蜂能挂， F35C 能带。最离谱的是 F35C 能在不破坏逆踪外形的内弹舱里整整塞进4枚。想象一下，一个逆踪机编队悄无声息地摸到你家门口，瞬间打出几十枚极音速导弹，那种画面已不是战争，而是单方面的拆迁。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黑胡子的野心远不止在海面上撒野，他还要在陆地上玩一出跨军种的联合绞杀。既然这套逻辑在海上能行，那要是把这玩意儿装上海马斯火箭炮，又会发生什么样诡异的化学反应？很多所谓的专家总喜欢盯着导弹的射程看，觉得800公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们，看武器不能只看那2-3个数字，你要看它背后的体系能力。黑胡子最牛的地方在于，它是一款不需要额外投资的武器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的美国陆军手里握着大量的 M142 海马斯和 M270 多管火箭炮，这些平台已经是经过实战检验极其成熟的运载工具。
以往海马斯打个300公里就到头了，想要更远，对不起，得用价格昂贵的 P2SM 或者更高端的导弹。但现在在卡斯特尼的设计里，黑胡子可以直接适配现有的海马斯发射箱，算是直接给美军现有的炮兵部队开了个官方外挂。公开资料显示，美军陆军已经迫不及待的在2026财年编列了2500万美元，专门搞这个黑胡子陆基版。他们的思路极其清晰，不给你搞那种需要10年研发、5年换装的宏大叙事，他们只要2026年的1季度把这玩意儿装进现有的火箭炮盒子里，直接进行实弹射击。成功了，我立马就能在关岛、在菲律宾、在任何一个岛礁上部署这种极音速火力。这种快速原型直接上场的搞法，只有真正的强军才有底气玩，因为它意味着美军的软硬件接口已经标准化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。而且这背后同样涉及美陆军低成本的战略逻辑。目前一枚黑胡子的单价目标是38万美元左右，这个价格是什么概念？它比美军很多防空导弹都要便宜。这意味着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，美军不再需要像会计一样计算每一发导弹的成本。当指挥官看到目标时，他可以像扔大白菜一样一次性倾泻几十枚、上百枚。这种可消耗极音速武器的出现，直接宣告了所谓拒止区域的破产。你花了几百亿建立的防空体系，在这一波波廉价且急速的弹雨面前，就像是试图用昂贵的雨伞去挡住一场旅热季火雨。你的伞再好，又能撑几秒？而且这种导弹的研制速度打破了美军过去几十年的官僚主义魔咒，从需求提出到准备量产只用了不到10年。这背后体现的是美军对时间窗口的极度焦虑，以及对这种焦虑极其高效的转化。他们很清楚，对手在极音速领域抢跑了几年，但美军的追赶方式不是按部就班，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硅谷基因和民用工业底蕴，直接换赛道超车。你搞昂贵的工艺品，我就搞海量的工业品；你追求单枚导弹的极致参数，我就追求整个战争系统的极致性价比。这就是领先一个维度的作战思维。当然，黑胡子也是有弱点的，这种追求极致低成本的产物，其制导精度和抗干扰能力，在面对顶尖电子战强国时肯定会打折扣。它那轻量化的弹头，如果遇到经过加固的地下掩体，可能也就是听个响。但这重要吗？在美军的构想里，这根本不重要，因为黑胡子的任务不是终结比赛，他是负责开路的。他是那群负责冲散敌方防线、消耗敌方能量、摧毁敌方感知的疯狗。等他把敌方的眼睛戳瞎了，耳朵震聋了，后面排着队的真正的重锤，如暗鹰、隐身轰炸机，才会慢条斯理的出来收割战场。这种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的群殴战术，才是现代战争的最高形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能让航母战机战力翻倍，让海马斯变成死神镰刀的黑科技，在实际的全球对峙中，会率先部署在哪个倒霉蛋的家门口？为什么美军非要死死锁定在那片冰冷的、环境恶劣的北极海域？为什么要看北极？因为那里是俄罗斯核潜艇部队进出大西洋的命脉，那里也是极音速武器最能发挥速度换空间优势的地方。在波罗的海或者巴伦支海那种狭窄破碎的海域，传统的航母战斗群其实压力很大，对手密集的岸基导弹阵地就像一根根毒刺。但黑胡子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博弈的天平。由于它极小的体积， F-35C 可以在保持全隐身状态下，在内弹舱装载4枚这种飞弹。这意味着美军的隐身战机编队可以在不需要加油机支援、不需要大型预警机大张旗鼓开路的情况下，从对手防御网的缝隙中钻进去，在800公里外，也就是对手防御圈的边缘，像撒豆成兵一样放出这些小海盗。对于驻守在北极圈内的俄军来说，这简直是地狱级的防空难度。当你发现雷达屏幕上瞬间爆发出几十个、上百个5马赫的信号时，你的系统会陷入死机状态。拦截，你的 S-400会瞬间排空所有的发射管。逃跑，在5马赫的速度面前，任何机动都是徒劳。这就是美军在北极圈内正在构建的极音速禁飞区。通过黑胡子的大规模列装，美军正在实现一种低成本威慑。我不一定要派几万名士兵去跟你对垒，我只需要在航母的格纳库里，在海岸线的集装箱里塞满这些几百枚一堆的廉价黑鱼，这就足以让你所有的战略资产在开战后的前10分钟内全部变成瘫痪的废铁。
可见美军正在重新定义强军的标准。强军不再是只有几件昂贵的玩具，而是拥有能把最先进的技术转化成最庞大的产能，并最终转化成最廉价的毁灭手段。这种能力，全世界只有美国具备。从 SpaceX 的商业化神话到 Castlin 的导弹奇迹，这中间的一脉相承，展现了美国民用科技反哺军工体系的恐怖爆发力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认定美军是世界第一强军的原因。他们敢于承认在某些领域的暂时落后，但他们进化的速度和方式永远超乎对手的想象。当然，就像上面说的，黑胡子虽然强大，但他过度依赖于供应链的稳定性。如果 Castlin 所依赖的民用零件供应链被切断，或者这种快速迭代的导弹在复杂气候下出现可靠性危机，那这套群殴战术就会变成一地鸡毛。而且低成本往往意味着制导系统的简化。如果对手的电子干扰能力实现了跨代提升，这些导弹会不会变成海面上的无头苍蝇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这些都是美军必须在2027年正式形成战斗力之前解决的隐患。但别忘了，美军最擅长的就是在测试中寻找失败。他们不怕炸，不怕失败，甚至不怕导弹在发射架上自燃，他们只怕停滞不前。随着2027财年那353枚导弹的订单落地，一个属于极音速武器白菜化的时代正式开启了。这不仅是海军的胜利，更是美军作战思维的一次伟大转身。从以质取胜到以量取胜，再到现在的以量代质、系统压制，美军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，别跟我玩什么奇技淫巧，在绝对的产能和体系面前，所有的战术动作都是浮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